我的小伙伴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，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喘口气。我们都知道，谁都需要时不时的休息一下，精疲力竭。终于得到了人们的认可，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的词，也不是编造出来的，是个真实的现象，而且比想象的更普遍，影响着世界各地的人们。无论年龄或性别，提到倦怠，可能会想到灯枯油尽。如果感觉到了那种灯芯的样子，可能会联想到倦怠。这支影片，我们就来介绍几种有助于避免倦怠的方法。处理倦怠最好的方法，就是从一开始就不要走到那一步。所以，找出是什么让自己感到压力。我们用避免这个词澄清一下，避免压力和逃避责任是不一样的，需要承担责任，但不必以一种有压力的方式去做。明白我们的意思了吗？重新配置这个压力过程的最好方法是减少压力，找出是什么导致了压力。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，简单的说，这个任务是我的压力已经把我压垮，但是当退一步，意识到这种情况时，会更强调，因为我感到紧张，我对时间感到紧张，因为我反复选择其他活动，直到只剩下24小时来做该做的事。所以，是的，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练习自我认知，尽管我们从不愿承认，但我们有时会给自己制造很多不必要的压力，所以请不要这样对自己。完成这个压力循环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我们在建议让自己变得更有压力，但不是的，请相信我们，不是的。长期的、无休止的压力会导致倦怠。这从本质上说，就好像一直游走在最坏的情况边缘，从不回到岸边休息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完成这个循环。在由一对双胞胎学者所著的《倦怠》一书中，讲述了这个循环。一般来说，当进入压力源时，就像进入了紧张的转折时间，然后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产生就会被压力源触发，激活了战斗、逃跑还是惊呆的生存反应，冲动的反应行为会阻止的感觉。我们并不是在做评判，然后冥想、呼吸、与他人联系或其他形式的情绪释放可以作为结束。当陷入暴饮暴食的阶段时，就会倦怠。这种冲动的行为提供了暂时的、表面的解脱，足以欺骗我们中的许多人，让他们认为，我们现在都很好。老实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压力还在，仍然在内心郁积。睡眠。如果在幼儿园有午睡时间，难道不希望它仍然是一天中正常的一部分吗？睡眠啊，睡眠是美妙的，也很重要。充足、健康的夜间睡眠，对于克服或避免劳累是至关重要的。人类通常不是天生的夜行性动物，我们都知道这一点，但我们似乎都太愿意牺牲睡眠。作为应对压力的第一个交换选择，我们往往认为睡眠是一个蓄水池，很容易在周末补觉，或在假期睡个懒觉。不幸的是，睡眠并不是这样的。不能因为过去的睡眠不足，而在未来睡得更多，所以现在就好好睡一觉吧。什么是好的睡眠呢？不是在阅读时走神，然后突然醒来。前额撞在桌子上时就完成的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，需要包括快速眼动睡眠，醒来时会感觉神清气爽，焕然一新。如果醒来时仍然昏昏沉沉或想要生气，那说明没睡好。为了帮助达到传说中的好睡眠，请注意睡眠卫生。也许卫生基本上是一种有利于保持健康的条件，所以睡眠卫生很好的做法包括：不要看屏幕，睡前30分钟房间要黑暗、凉爽和安静。搞好卫生之前要准备好，在身体和精神方面都要准备好。睡前短暂的麻木，或许还可以进行一段时间的冥想，让大脑平静下来。你的方式是你独有的，这些只是组成元素，总有一个方式合适你。释放催产素。进行有助于产生催产素的活动。是的，催产素，爱情荷尔蒙。真的，研究发现，各种各样的活动，
比如送别人礼物、跳舞、锻炼或抱抱自己的宠物，都能触发催产素的产生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建议吗？基本上是因为这些活动不仅让人快乐，而且很多活动也能帮助别人快乐。催产素是3大快乐荷尔蒙之一，毕竟研究也发现，这种激素可以减少压力和焦虑，所以它能让人快乐，简直是双赢。5. 要知道你是配得上的。此处我们用一句古老的洗头水广告：你值得拥有。是的，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点是践行爱自己。自爱可以帮助扩展对自己的同情，让我们可以从内疚或与日俱增的压力中解脱出来，随心所欲地照顾自己。永远不要认为照顾自己的健康是在浪费时间，也不要认为本可以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。对自己来说，照顾好自己是最重要的事。活着取决于身体，倦怠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，不管你是在上学，还是在工作，亦或是努力创业，或者是父母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也突然倦怠，所有这些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这些看起来最健康的人身上。我们的意思是说，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个例，也不是有缺陷的，更不是无能的。从本质上说，这意味着牺牲了对自己的自我照顾，来追求外在的回报。无论这种压力是自己施加的，还是老板施加的，花点时间意识到，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用健康交换，应该开心。不管这个底线会对季度利润产生多大影响，你能行，我们支持你。有没有看到或听到什么能帮到你或者你认识的人的观点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更多朋友。希望大家都能从中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，也许下次还能一起休息一下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小伙伴们，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再见啦！